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现在我又来到了山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座上次没有去过的古老的陵寝。据说修建这一座陵墓的主人是以前的相国，那也就是丞相吧。那他为何要修建这么规模宏大的一个陵寝？又是为谁而修建呢？那我们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。这条路非常的不好走，崎岖不平，而且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裂了，说明这里的地基真是不太稳定。那我们以前在许多的这种清代的电视剧当中，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听到一个人的名字，那就是陈廷敬。很多演员都扮演过这个人物。那他到底是谁呢？那这个陈廷敬可谓是清代的大人物吧。或者说是一个大臣，据说他曾历任了督察院左都御史，相当于现在副国级的高官了吧。而且他还一直辅佐这个康熙呢，长达半个世纪左右，也可以说是康熙的一代重臣吧。那他们的家呢，就在这个山顶上面，地图显示还有2公里就要到了。那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古村落，你看，它就修建在这个山的最顶上。从这里眺望下去风景真是特别的漂亮。而且在我的身旁还有一棵古老的白皮松，上面的树龄显示呢，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。那这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了，真是特别的古老而这个古村落呢，就在我的身旁了。现在早已经是人去楼空，变成了一个废弃的村落。你看，这个街道贯穿了东西，最远处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牌坊，那就是著名的相国牌坊。据说它修建于清康熙的30年，是陈廷敬呢为他父亲所修建的。修建了以后呢，这就可以彰显他家里面的那种显赫的地位嘛。看周围这些房子。还有床，看上去真是特别的古旧不过这个村落保存得并不是特别的好，几乎没有一栋是比较完整的了。你看这里，就像是一个施工现场一样，上面还有一些以前的话语，世界上什么什么什么。
又看到这种上去的石梯了，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有好多的这种桶，还有施工的一些东西，乱七八糟的，全部都堆在这里面。走近以后啊，这个古老的牌坊真是显得特别的高大。你看，它是4柱3间的造型，而高度呢，目测大约是7米左右，宽度约莫在5到6米左右吧。那整体上面啊，有很多精美的浮雕，看上去美轮美奂。中间这里有一个牌匾，刻上了“封总宰陈公营”。底下刻的是持政相国，左边是显亲总宪万邦，右边呢是代君进阶一品。从这一些文字不难发现啊，这个主人他在生前的身份还有地位啊，一定是非常的显赫。由于过去呢，村民啊对这一个古牌坊进行过很好的保护，所以才让它呢现在依然完好的屹立在这里。不过，由于这周围呢有煤矿厂，现在把这个地底啊都已经给挖空了，所以这些村民呢才整体的搬迁了出去。也不知道这个古老的牌坊啊还能在这里屹立多长的时间呢？那话说，这个陈廷敬啊，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从历史的文献当中，我们都知道他辅佐了康熙，又是一代重臣，那事业应该是飞黄腾达，而且一定也很有能力。但是在家中呢，他又是一个孝子。你看，在可查的资料里面啊，就讲述了大约是康熙啊31年的时候，也就是约莫在1692年吧。因为他的父亲过世以后呢，他就辞去了他的职位。当时的陈廷敬呢，应该大约在53岁左右。回家以后啊，便为他自己的父母呢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寝，而这一座陵墓呢，应该就在这附近呢。走，去看一下。这背面的文字呢，都是一样的。哇，这里还有很大的一只松鼠。
整块墙啊都已经塌掉了。说明这个地基啊，真是特别的不稳啊。我感觉我走到一片杂草林来了，这全都是苦蒿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古老的箱子，看，还是用锁锁上的。这里面是空的，你看。我想我已经走错了，我们从外面走吧，这里不太好走，而且地上有很多的陷阱。你看，一个木板封住的，随时可能都会陷下去。哇，到处都是木板，哇，得注意脚下。说这个地底是一个很大的洞，煤矿厂把底下的所有的煤矿挖空了以后，这里就开始在塌陷。你这路面过来的时候，周围啊有很多的水泥厂、化工厂，路上就是大车。从这边下去看一下，你看那房屋，看到了吗？它的屋顶啊，都不是直的了，都是弯的。这边全部是玉米地吧？这风景其实真的蛮不错。古墓应该就在这里面了，不过现在看上去好像是被围墙拦着的。这里的石墙不知道被谁破坏了。哇哦，这里面就是陵寝啊，占地面积啊非常的大。走，去大门看一下。
在下一集中，阿生会继续探寻这座地下古墓。神秘的地宫中一片死寂，阴森恐怖，寒气逼人。通往地下的墓道又会有怎样的秘密？阿生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里面是一个三进墓室。哎呀，刚才啊，我想用无人机拍一组跟随，然后再飞过我，结果没想到我在飞的时候呢，因为是盲操作，所以就没看到这上面有电线杆。那飞机飞到这里的时候，砰就撞到了这个电线杆，现在就勾在了这上面。不过还好啊，它的其中一个角呢是刚好勾到了这个电线杆上面。如果没勾到的话，这上面掉下来的话，至少得有4米多高，那飞机肯定就完蛋了。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！我现在也抓不住它，我得先找一个树枝吧，把它轻轻的挑下来，然后接住。我得先用背包啊，在下面垫一下。这样的话，以防万一。找了一个挺大的树枝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接一下。哇，刚好接住，嚯！当当，看，哎呀，真是有惊无险啊！每次拍摄啊，都是比较的激进。虽然说是拍摄啊要小心安全飞行，但是又希望能拍到更好的画面。当然，很多朋友会说，这不是买了 Care 嘛，反正撞坏了也可以有保险。不过 Care 是固然很重要，但是你想，如果在外面飞行的时候，一旦飞机出问题的话，那素材就没了，或者说是你想再继续拍更好的东西，没设备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觉得素材才是最重要的。拿到了，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呢，我出门在外啊，都会准备2个飞机啊，这是其中一个小的，还有一个大的。但那个大的我一般不喜欢用，因为太大了，飞的时候还心惊胆战的。OK， 捡到了，好吧，那这里就是这样了，那我们待会儿见。